我就在想，为什么女性配额这个事情和左右相关？通过暴力，你不可能让一个人变得不暴力。他不应该参加现在的联邦政府大选，就是移民他们自己的相关的一些权利，并不由移民自己决定。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迪比迪比嘚吧嘚。因为我们都是德国留子嘛，最近德国最为备受关注的事情就是联邦政府大选。虽然我们三个呢，作为留学生没有投票权，但是这个投票结果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非常关注这件事。距离我能留在德国大概还有几天来着3天3天。我们找到这么一个工具，它叫 Wahlomat， 它是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就是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开发的一个在线工具。它是一个在线测试题，一共有38问，人们可以用这个赞同、中立和不赞同来作答。它的测试结果能够告诉你与各政党之间的立场匹配度，可以帮助人了解哪些政党的立场和主张与自己的立场主张更接近。我们三个呢，因为好奇就做了一下这个测试题。从这38个问题里呢，我们选出了5个，一会儿跟大家一起碰撞交流讨论。开始之前，希望大家点赞、收藏我们的频道，记得开启小铃铛。感兴趣的话呢，请大家留言和我们互动，希望我们一起走得更远。废话不多说，咱们就赶紧进入第一个问题吧。这个问题是这么说的：应当取消上市公司董事会跟监事会的法定最低女性配额吗？我的回答是不赞成。不赞成。不赞成。我们三个都是不赞成，但是可能不赞成的理由会有一点不同。一开始在没有去具体查这个最低配额的前提下，我想的是已经不是要求5-5开的情况下，他还要取消这个要求的话，更没有人去维护职场内性别平衡了。你刚刚有一个前提，你说它本来就不是5-5开，那你有去查目前来说法律规定的这个条例里面女性占比应该是最少多少啊？我后来有去查，首先德国有一个法律，它的这个法律的中文译名是男女平等参与私营和公共部门领导岗位法。最一开始规定是女性至少占30%的份额，男性至少占30%的份额。这个数字在2018年的时候提高到了50%，所以在德国的这个法律规定上，它是有希望占到男女份额平衡的。学术上有人去研究，虽然法律这样规定了，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实际情况还没有达到一个50%和50%。所以说在有这个规定的前提下，都还没有能够达到平衡，那我就更不愿意让这个限制被取消了。这是为什么我不赞成这一个主张。我记得我们之前讨论好像有说至少规定有30%，对不对？这个我刚才查了一下，欧盟在2022年通过一个法案，就大型的上市公司确实需要至少40%的女性在管理层的配额。然后北欧挪威也是，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有一个政策通过，也是需要管理层是要40%。我发现出台它这个政策的描述里面有很多限定词，什么大型的上市的公司，也就是说如果它不是上市公司，它就不用遵循这个条例。我觉得它有很多就是可操作的空间。但是我觉得我不赞成的理由是，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因为女性在职场尤其是领导层，它会有一个就业玻璃天花板，但是有这样的一个配额就可以保障至少在管理层是有女性，是可以有女性的领导出现。我现在想把我们现在讨论的那条线再拉回来，拉到这个问题本身，是因为我有一个最基本的认知问题。就是这个问题说的是要不要取消女性配额，然后这个测试本身是要去通过测试来给一个我们的政治倾向，所以它这个题是和政治倾向息息相关的。嗯，然后我就在想，取消女性配额这个事情，它如何能归左右？
因为我之前也查过，同意取消女性配额的大部分都是偏右或者有点右中保守党，然后反对取消女性配额的党派大部分都是左翼党。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女性配额这个事情和左右相关？因为你党派也不是说右党全都是男的，左党全都是女的，那极右党派里面也会有女性。那这个议题本来是，就是我自以为是认为是女性都应该赞同的一个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左右相分？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在政治倾向上面，右还是左，与这个平权问题还是有一些距离的。我感觉政治倾向偏左，也不代表他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而且这个是否是女权主义者和个体的性别没有直接的关系。比较经典的一种保守派的说法就是，这个可能会带来逆向歧视，就是可能会带来对男性、逆向歧视，对所谓的逆向歧视，就是带来对男性的歧视。之前也想过，如果把这个题这里面的这个词换成少数族裔女性会怎么样？但是如果是换成少数族裔女性的话，就很有可能出现 tokenism， 就是它只是为了去符合这个法规或者这个条令去招一个少数族裔的女性。对，但是现在有这个女性配额本身就有这个问题，也还是有这个问题的。但我觉得有这个限制总比没有要强，因为没有的话，它更可以，它更没有机会去进入领导层。对对对，是这样的。下一个问题，14岁以下的孩子应可以被追究刑事责任。我表示赞同。我也表示赞同。我表示反对。你反对？你觉得不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我觉得不应该。OK， 为什么？我认为14岁以下的儿童或者青少年不具备一个健全的心智，然后他如果在一个心智非常不成熟的阶段对于这个儿童或者青少年进行重判的话，会对他造成非常严峻的影响。而且儿童或者青少年的刑事处罚这种威慑的形式也并不可以改变社会青少年和儿童犯罪率高的现状。我觉得你考虑到他心智发育这一点是一个比较主流的观点。我是认为一个人触犯刑法或者他做犯法的事情，不应该因为年龄就可以逃脱他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他应该付出代价。对，你们俩像父母当中的两个角色，你们的目的都是教育，但是你是那种严厉教育，他只有吃一堑才会长一智，然后你的教育是那种开明式教育。我的理解稍微对吗？不完全，我觉得我也没有完全站在这个犯罪人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我也有一种考虑，就是他这个犯罪行为是有受害者的，那我也会觉得如果轻判了犯罪人，因为他的年龄，那么受害者会是什么样的感受？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公平的判决吗？从这个观点接下来往下想的话，我就在想，这是否是又是一种鼓励仇恨式想法，或者是一种导向？这个儿童和青少年犯罪它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很多儿童或者未成年人，他们比如说被卷入一个犯罪团伙，他们会被这个团伙中相对年长的甚至是成人进行操纵或者教唆。在这个前提下，他们犯了比如说贩毒吧，也是一个量刑很重的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接受刑事处罚的话，其实他们是被双重的一种权力打压。首先是在这个犯罪团伙中被相对年长的人用一种很暴力的形式进行教唆和打压，同时在刑事裁决之后又被另外一种形式进行打压。我认为这种双重的打压下，所谓的就是让他吃一堑长一智的这种想法是
太理想了，就是通过暴力你不可能让一个人变得不暴力。我们现在有个前提，就是这些未成年人犯罪是没有自我意识的。但是我们之前也看到过很多犯罪的一些非常极端的刑事案件，都是由主观意识去做了一个非常极端的而且令人发指的行为。英国发生过一个事情，2名10岁的少年虐杀一个2岁的儿童，然后就是因为这个事件，英国也把最低的裁决年龄降到了10岁。我觉得法律上的漏洞和可调整的空间是非常大的，现有的各国的司法体系或许都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也都听过很多利用这些漏洞去逃脱自己刑罚的案例，就是不胜枚举是肯定的。然后回到我们的这个选的这个问题上，一个人是否要承担刑事责任与年龄无关，是我为什么赞同这句话的原因。我最后说一点我不赞同的原因，我认为不管是否与年龄有关，最终是要看到这个人是谁。因为我相对来说非常反对刑事处罚这种重拳出击，一刀切。然后我觉得审理的过程不管是任何的限定，这个限定应该更加细致，然后程序应该更加复杂，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非常多的酌情考量的前提下，在这种程度下可能可以保障不管是加害者还是被害者并不会受到某种权利或者法规的压制。法定最低工资最迟应该在2026年提升到15欧元，我是肯定是同意的。我也赞成。我不赞同。你不赞同？你为什么不赞同？我不赞同是因为我觉得咬文嚼字了哈，就是15欧太低了，15欧太低了，2026年太晚了。我想要今年就给我提上去，或者就是明年给我提高点儿。我需要在你这里就是稍微杠一下你。我想告诉你，你还稍微杠一下，你直接杠吧。就是它在程序上实现不了，就算你现在说我要把最低工资提高，比如说提高到18欧，它的执行也是只能在2026年开始执行。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角度，我可以理解这个。我对他这个德国的执行程序啊，我一直都打个问号。比较慢。不是他们就是拖，就是我甚至都觉得这个拖是不是他们这种政治措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赞同的原因是因为非常非常多的低收入人群，他们的工作强度非常高，比如说护理行业，比如说清洁工，而且他们的工作其实非常重要，在这种就是做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在一个这么高强度的情况下拿着一个最低工资。我觉得给他们提高最低工资是最基本的。你说的高强度我非常同意。学生宿舍他会在工作日每天会有清洁工来打扫，然后他们几乎就会选择一个大家还没起床的时间，6点或者7点，那他们相当于他们需要5点就要起床，甚至收拾好要进行清洁。所以他们的时间他们都是在正常人的作息之外还要做着额外的工作。除此之外呢，我还意识到因为我有朋友他在读护理专业的 Ausbildung， 然后我听他讲他的一些同学其实很多是难民来的，或者是一些德语水平不是很好，然后没有进到大学学习的一些移民，然后很多清洁工在我看来也是同样的群体，所以我非常同意，而且我也同意大壮的观点，它就应该涨到15，甚至比15更高，是因为需要给这些群体一些更好的待遇。我比较担心的就是大壮说的这个最低工资提了之后，其他的工资它也要提，它是一个层级式的。相对运动绝对静止的状态，就是他最低工资提高了，其他的工资还是高，那最低工资还是保持在最低工资。所以我觉得当务之急可能是要撼动这个金字塔式的薪资结构，才可以真的为低收入人群带来一些实质的改善。当然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些其他的
因素会影响，就是收入是其中之一，但是支出呢，支出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能够把支出降下来的话，那或许整体来说生活质量都会有质的飞跃。但是现在就是比如说租房、出行，或者是就是日常开销，保险，更别提这种医疗，它都是高支出的一个状态。那在这个情况下，仅仅是2026年把这个最低收入提到15欧，好像它没有办法说给他们带来一些更实质的，只是有杯水车薪。说白了就杯水车薪，我觉得。联邦政府应该加大对打击极右主义项目的支持。回答，我是赞同。就赞同他打击极右派。对，赞同加大打击支持的力度。我也赞同。我是不赞同。你是不赞同？对。你不赞同什么？我再说，我说理由，先别着急。没谁着急。上头了。我其实我不赞同的理由是它的这个前提，它的这个主语联邦政府，因为联邦政府它打击极右势力，听上去好像特别就是特别可信，但是我是质疑的。这个问题我虽然选择的是我赞同联邦政府加大支持的力度，因为他这个问题的措辞，我可能在做这个题的时候普遍比较咬文嚼字嘛。我理解的是他支持不代表他要自己去做这件事儿。就是他支持的方式可能是给这个资金放宽一些政策，让这些组织能够更好的、更容易去做一些活动或者做一些事情。我有这个怀疑，就是我比较怀疑他们如何定义这个极右极左，但是我在这个问题上我有很多希望，所以你选择赞同是寄托了我的希望在里面。我想就你这希望说一下，就是我看这个问题的角度和你们稍微不太一样，就是我把那个聚焦再小一点，就是我就会设想，如果他打击极右组织的措施有可能就是比如说反对歧视，或者促进或者给一些反歧视的组织一些funding。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会双手双脚赞同。反极右和反歧视还是两个概念。虽然极右组织会生产很多歧视，但是反极右不代表反歧视，或者说反歧视也不代表反极右。因为我在设想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促进作用。这个反歧视它其实都相对来说的，就是一定是有歧视才会有反歧视。数据表明大部分都是有一些是有右翼倾向甚至是极右的人。聊到这个就更明确了我选择赞同真的是一个美好的期许，但是其实从过往的联邦政府的行为来看，他们打击极右的力度是完全不够的，而且他们甚至是极右已经出现了很大的苗头了，他才似乎在亡羊补牢一样。是的，而且德国宪法上面就有规定，他们这个德国的这个政治体系是以民主为根基的，而 AfD 这个党派，就是它这个存在本身是违反了德国宪法的。什么叫违反德国？因为这个所有的党派，无论在这个政治的光谱上你是右倾还是左倾，极左和极右都是在德国的这个宪法定义上是违反他们民主定义的，它不是 democratic。哇，这是我今天第一次听，就是极左和极右是违反 democratic， 他们的存在不才正是反映了 democratic， 才反映了民主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误区，因为 democratic 它是一个比全光谱更狭窄的区域，因为你要首先承认跟你政治意见或者你跟你的认知或者你的背景完全不同的人存在，但是这些极左和极右的人他是否认这一部分人存在，或者这一部分人应该拥有权利的。我理解你说的侧重点了，是因为极左和极右他们更多的重点是非常强烈的否定另外一方，否定他拥有一些本来应该有的人权。所以说按照这个民主的比全光谱更狭窄一点的区域来说，
AfD 这个党派，我认为他不应该参加现在的联邦政府大选，因为他首先他就是完全违反德国自己定的宪法的民主，他不民主，他不是一个民主党派，他是一个极端政治党派。而且事实上基本上所有的政党都公开表示不会跟 AfD 组成联盟的。对，话是这么说嘛，但是现在就已经有些松动了。我觉得你刚刚那个对民主的解释特别好，然后我看到的现实是，他们比起捍卫最初大家对民主的共识，他们更害怕去打压和反对一些事情，而被指控不民主。我觉得这是因为大家对于民主这个词有不同的定义和理解，然后认为民主就是应该所有的，对，但是民主不代表包容。我觉得你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因为我的本来对民主的定义就是有点极端了，绝对的包容，就是一切东西都应该存在在这个光谱上。但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有一丢丢撼动。我觉得存在是存在的，就是这个光谱它是一个全光谱，就是有极左和极右，只是说在每一个国家的宪法算是它定了这个政治的游戏场里面，它最大的范围是这么大，它并没有把所有的全光谱的政党都包含在内。我这里要强调一下，我对这个问题不赞成，不是说我不赞成打击极右势力，而只是我对联邦政府的这个主体不信任。我觉得你说的很清楚了 OK， 你不用害怕的狗头保命。怀孕前3个月内经过咨询后终止妊娠，应当合法且不受处罚。我是赞成。我是反对。赞成。你是反对。我是反对。我觉得他这个问题问的太绕了，我每次脑子里面我赞成是什么，反对什么我都要梳理一遍。赞成是他可以自行决定要不要，就是赞成就是他终止妊娠，就是他堕胎合法且不受处罚。你反对？我反对，但是我反对的不是说他堕胎就是不合法，我反对的不是这个，所以我们要认真审题。这个题上面写的你好可怕！你现在是教官吧？不是，我也怕被你说认真审题，我就觉得这题我就丢了1分。我跟小美刚才的心态有点，我也想狗头保命一下，就是他这个话里面其实包含了很多内容。首先有一个怀孕前3个月，然后呢，它是经过咨询后终止妊娠应当合法且不受处罚。我拒绝或者说我不赞同的重点并不是在堕胎是否合法或接受处罚上，我的重点是我不认为经过咨询这一步骤非常有必要。就是你认为你不赞成他经过咨询？对，我觉得没有必要，但是他写进去之后就变成你必须要经过咨询之后，德国确实是强制。对。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你认为他自身的自主意识、自由意识更重要？高于一切，就他自己想要去堕胎，他就应该有堕胎的权利。对，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经过咨询的话是把这个堕胎的流程复杂化了。我是想能简化这个过程。我是坚定的支持堕胎合法化，而且我认为就是堕胎权是女性有身体自主支配自由权的一个基础。它合法呀，只是它的这个流程或者说流程比较繁琐。对，你要先3个月，你过了3个月你再咨询已经不合法了。对，你这个孩子必须要生，不然你就违法。而且这个咨询是有特定的地方要去。那我好奇一个事情，你刚刚说3个月，那他这个不可以堕胎，他是出于对母体的保护，还是对胎儿的保护呢？我觉得就是这个时间的界定很有意思。先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说一下这个时间的界定，因为3个月是德国的一个限制。比如说在加拿大是孕期全程都允许堕胎。然后荷兰是24周。就是24周是6个月。就是每一个国家对于这个限定不同。我个人认为就是它的限制越宽泛，实际上是对母体，就是对女性的保护。就是一个女性她怀了孕之后，她可能出于一些
不是自愿的情况下怀孕的，比如说出于强奸或者什么，但是她怀孕之后，她可能会有一些思想斗争，就是她需不需要这个孩子，就是她在这个阶段是允许给她这个时间进行思考的，然后这个时间够宽泛，就足以证明国家或者政府对于女性的就是身体的自主权有多重视。我想补充一个点，因为德国的这个刑法上面是有额外规定，就是你刚才说的，如果是非自主怀孕的话，因为强奸、性骚扰怀孕的话，这种是在我刚才说的那个之外的，它是另外一个情况，例外，对，它并不受3个月的这个限制。但是我觉得这个情况并不包括意外怀孕。意外怀孕就是我没有被侵害，但是这个依然是非自愿怀孕。那这个情况下就还是要遵守，在德国的话还是要遵守这个3个月的这个期限，然后要咨询，走这一套程序。然后回答你那个问题，我觉得他3个月的这个界定没有把母体放在前头，他是考虑到3个月之后这个胚胎可能就显人形了，然后这就变成了一个堕胎，就变成了一个是否杀人的一个问题了。一个伦理问题。对。我发现大家有非常多的情绪化发言，而且绝大多数的观点都极其的主观，极其的甚至有点超现实，乌托邦，就是非常乌托邦。我觉得主观当然能理解，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多少时间去准备这个东西，就1天。乌托邦是因为来自于我们本身的一个身份，就是我在想，如果德国公民他真正进行投票和选举的时候，他是会有很多实际的考量的。他要想办法让他选择的这个党可以执政，就是可以进入议会，就是就算有的时候跟这个党有意见相左的时候，他也会有所妥协，他有战略考量。他们大选就是允许进入议会有一个比例最低限额，这个党派没有获得选民多少选民的这个支持或者投票，他是不允许进入到议会的。所以实际有投票权的这些人，他不能完全说我跟某一个非常小众的党派立场高度重合，但是他已经知道这个党派他能够获得的选票非常少，那他再投这一票的话，就等于是对他就是浪费。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压力啊，咱们是没有的，对，所以我就是放开了，任由我的这个美好的期许在引导我去做这个测试题。你做这个测试题有什么感悟吗？我之前在谈论德国政治议题的时候，是一个完全理想化的思考方式，但是做了这个挖欧麦之后，我发现我可能稍微有把自己带入公民的身份里面了，让我有了一个实感，就是我貌似有这个权利可以做一些影响大家生活的事情。然后我们谈论了这么多之后，我又切实地感受到回到真实生活我们没有这个权利。我们在讨论到很多和我们相关的一些议题的时候，比如说移民入境问题，还有移民工作问题，这些议题我们没有投票权，所以我没办法决定，就是移民他们自己的相关的一些权利并不由移民自己决定。我就分享一个我现在当下的感受吧，就是太现实的意识到我们的处境之后，我会有很强的无力感，会觉得非常渺小。我可以理解你的无力感，然后我也特别赞同你说的移民自己的去留问题甚至都不是由自己决定的。但是我又在想，针对这个无力感，其实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力量感，就是我们做这些题进行讨论就是一种行动参与，就是一种参与。它虽然不是正式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咱们做这个测试可以让咱们有这种对于自己正清的认识和更多的了解，包括对于就是德国的社会有更多的了解，这个本身就是已经另一种形式上影响自己个人了。然后我们3个人又是一个群体，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响已经产生了。我觉得
很有意思，就是我们3个是德国留子，嗯，但是德国留子这个身份就是一个外来人身份，本身我们的学生签证它也是属于一个短期签证，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缺少很多的入口去接触政治问题。然后之前在德国的这些年，我也有一种外来人的无力感，但我的无力感和你不一样，我的无力感是因为这些社会的事情和我无关，和我无关不是说我冷漠，而是因为我没有任何力量，没法介入，我没法介入，所以就很无力。但是这次这个模拟题我身边朋友都在做，然后最后有一个爬泰的归入，这种感觉让我有种模拟的归属感。我们确实没有投票权，但是可幸的是我们有发声的权利。我们只要发声就会找到自己的 community。慢慢的把这个群体的声音壮大，或许有一天就会改变。我先找到了这样一种期许，就是这种可能性，让我更有动力，或者说更加兴奋的想去做这件事情。我从你们2个说的这个有关无力感的回应里，我瞬间感受到了力量。我也留意到了一个重点，就是你们没有陷入在这个感觉里，你们在试图通过一些行动去冲淡这个感觉带来的很多的不适，然后这个小的行动它会带来更多积极的身体反馈或者情绪反馈，它就可以不仅冲淡了自己的无力感，还影响到了别人，影响到了我。我认知 com 它很有意思，我没有陷入这个无力感，是因为我早就陷够了，你忍够了，不想了，没有人就受够了，觉得没意思了。我觉得就是这个无力感，有的时候它是一个陷阱。就是当我们没有这个权利的时候，容易产生无力感。然后如果有了这个无力感，我们会更丧失动力去做一些事情。这个失权的群体的一个并非个人现象，它是一个群体现象。然后主流社会或者是就是这个有权利的这些人，他们没有做任何事情，失权的这个群体就自己因为无力感，因为这种寸步难行的感觉困住自己了。所以这个是有权利的这个群体，包括主流社会，不需要耗费任何精力就可以保证自己的这个privilege 的这个身份的同时，失权的群体会继续失权。这个特别好，我要讲回那个主体性的问题，因为这个权利是别人告诉我们说你没有，所以我们就在他们的对我们内化了他们施加于我们的权力压制，而且我们就认为我们没有这个权利，这本身上就是一个放弃主体性的一个表现。就没错，我们的确没有这个权利，但是我们如果有想要发生或者想要改变的事情，我们一定可以找到其他的途径。这就是我们全部的问题讨论了。如果大家对我们选的这5个问题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的话，欢迎留言告诉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做测试题，做测试题，留言、关注、评论。好，真好，拜拜，洗洗睡啦，拜拜，停了吧，可以。